两个世界夹缝里的小人物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，这就是金庸大部分小说的特点。他也是讲述《射雕英雄传》到底写了什么故事的核心。《射雕英雄传》这部小说，它刚诞生的时候为什么会在港台引起巨大的影响？因为就是这个设定，它让当时很多港台人产生了代入感。我是关子谈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呢，它是1957年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，1959年完结的。那时候香港住着大批从大陆涌过来的逃难人群，很多人都是带着内地情节，但是就因为立场的不同，就是政治立场的不同，他们选择离开了大陆。这些人有很多人在内地，当时都是民国的社会精英，什么当时的文化名流、政府官员、商人、社会名人、学者等等等等。很多人对于大陆的态度是极其纠结的，同时他们又生活在还是殖民地的香港，他们已经没有了当时的社会地位，因为当时香港上层都是英国派来的殖民地官员，以及各种殖民地的华人官员和狗腿子。这些人对于内地没有感情。香港看起来新闻自由，但是对于文化管控内地里是十分的严苛，尤其对于左派文人报纸、杂志还有影视公司控制的都很严。香港当时的很多人拥有当时最复杂的情感，那就是自己是谁，自己在哪儿，未来国家民族怎么办？这种迷茫之下呢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它就诞生了。一个生长在蒙古的汉人少年，回到南宋后，经过一番历练，明白了什么是对与错，经过民族大义的思考，最后决定抵抗自己原来生活过的蒙古入侵南宋。其实面对两个阵营如何选择，一直就是金庸写小说的暗线。从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里的抗清，《神雕侠侣》的杨过面对杀父仇人，都是国家命运下的两个阵营的个人选择。那《笑傲江湖》里呢，令狐冲面对的是正与邪的选择，《倚天屠龙记》里张无忌面对的也是两个阵营的选择，《天龙八部》里的乔峰也是面对两个国家的选择。金庸小说里人物的纠结，就是他个人和香港那个时代那批人的纠结。他们生活在那个日渐富足的香港，那个时候呢，欧美文化已经开始逐渐入侵了，他们已经开始闹不清楚到底谁对谁错，内地和香港到底哪个路线是对的。而更多的纠结就是个人生活富足以后，面对政见不合的内地，自己是谁，自己的未来在哪里？其实金庸内心的历程和小说里是反过来的。《书剑恩仇录》里那时候抗清其实暗指于港英政府的态度，那就是坚决的抵抗。因为当时的香港其实左右正在分流，明显呢站在港英政府这边的人都发了大财，和内地有关的左派生存空间日渐萎缩。同时逃去小岛的国民政府也在香港积极挤压左派文人。那时候的金庸其实他就是明显的左派，但是到了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时候，金庸其实正在发生转变。他从之前的坚决抗击，他纠结了。我们想一想，郭靖身边是江南七怪，可是呢，他的好朋友是拓雷还有华筝，而他在蒙古最开始一家人是二等公民，他开始对于蒙古是有情感的，但是因为个人地位上升以后，才开始可以和拓雷他们交朋友，开始有地位了。但他还是外族，等他回到了南宋故土，看到了杨康被金人收养，并且开始享受荣华富贵，并且杨康甘心做汉奸。虽然当时的南宋如此的腐败，但是郭靖的内心就是要坚决的抗金，并且他可以联手和大宋一起抗金，他那时候心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这也是当时香港意识形态的独特的特点。一个桌上吃饭的朋友，有的人是国民党的人，有的人是英美的买办，有的人是港英的狗腿子，还有人是心向内地的左派，如此复杂，但是却能坐在一起称兄道弟，这就是香港的独有问题。而书里的世界和当时的香港没有什么区别。比如早期的金庸一直对内地是有感情的，他甚至刚建国的时候想过来当外交官，而他的好友倪匡则是极度反内地一切制度，但是不妨碍他俩是好朋友。这其实就是香港的常态，整个社会都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之下。郭靖的纠结就是那个时代的纠结，最后郭靖的选择是自己要去抗击那个自己生活过的蒙古，因为自己是汉人。这时候金庸他还是香港商报的一名编辑和专栏作者，他的思考说实话还是带着小人物的思考。《射雕英雄传》看的是国家民族大义前的对错，立场的选择，个人如何影响时代的命运，看到那个时候的人热血澎湃。可是金庸呢，他越到后来发现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立场之间是矛盾的，而且他自己也难以影响政治局势，所以金庸开始逐渐心态龟缩。这就是现实里的金庸开始因为1959年创立《明报》有了社会地位后，很多想法他就开始反的了，并且是逐渐的萎缩。他开始写小说是国家民族大义，可真到了1959年《神雕侠侣》，金庸这时候创立《明报》，金庸笔下的杨过那就是开始要想了，说国家民族到底哪个重要？
最后竟然是算了，不管了，爱咋咋地，你们打你们的，我过我的。关键的时候我就帮一下我的好朋友。而1966年《倚天屠龙记》就是你们大人物真的算计不过，我是无意中被推到这个位置的，我能力不够，我不和你们掺和了。而到了1963年的《天龙八部》，金庸彻底迷茫了，或者说妥协了，他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真的让他动摇了。关键就是乔峰发现是辽人，所以他从英雄一夜之间到江湖追杀，乔峰的结局是凄惨，反而呢那个无心江湖的虚竹下场最好。而呢1967年的《笑傲江湖》讲的就是江湖上分不清谁是朋友了，那么谁对我有利谁就是朋友，甚至可以坏蛋成为朋友。《笑傲江湖》可能就是金庸社会地位高了以后，开始不再以什么之前的国家民族立场考虑问题了，而是以个人利益、个人好恶看问题。里面的桃果六仙喜怒无常，动辄杀人，淫贼铁不光也可以和他是好朋友。魔教任我行一生杀人无数啊，不再是洪七公那样子，一生没有杀过一个好人了，全杀的是坏人。任我行他只凭好恶杀人，但是他和令狐冲可以成为好朋友，而令狐冲也没有什么立场对错，只要和谁玩得来就和谁是朋友。而到了1972年封笔的《鹿鼎记》，彻底妥协了，什么国家民族大义，自己赚钱就好，谁都别过来烦老子，皇帝也可以个树朋友，抗金庸的兄弟我也不能抛弃。但是对于台湾的曾克爽，金庸还是比较傲气的看不起，可能就是他当时现实的心态吧。今天我们再看《射雕》，就会发现其实啊，射雕还是带着最后一点的理想主义。射雕之后呢，就没有理想了，只有个人了。金庸的小说呢，就是香港那个时代的个人心路历程。其实内地的人呢，看的就是热闹，还有童年的记忆。而新一代的少年都去看仙侠了啊，金庸的小说显得太墨迹。你要是看电影，你就会一定要了解那个时代人的纠结，要不然你真的看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心态。所以啊，为什么每次翻拍反响都一般？这种和香港人心态诞生的金庸武侠，以后在内地也会越来越没有市场，受众注定越来越小。因为李敖曾经说过，说金庸这个人呢，小心眼还抠门。